特别好，全大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台棋。临近年末啊，可以说是好物不断。今天呢，咱们带来一款我个人觉得非常重磅的产品，来自于暗黑王冠奇迹档案的黑色潜水员，简称黑潜啊，想必大家也是久等多时。闲言少叙，咱们赶紧拆。外包部分先简单看啊，正面的这个造型呢是一个潜水员的类似于剪影，上面有一个几何状的图案，一个黑色与淡紫色的搭配。拆开的时候呢，向上一提，这边也有一个磁吸的结构，里面先是一个正方形的信封，一些线索性的纸品，写的啥呀？并不认识，英文都是。然后是产品的说明书，用了一个醒目的大眼睛啊，务必仔细阅读啊，操作不当会导致产品损坏。这个漂亮，有一个类似于卡纸啊或者说海报，这个好帅，生化奇兵那个味儿，复古的朋克的这种感觉。本体部分先看一下啊，因为利用了一些黄铜的金属材质，分量上还是有一定压手的感觉的。我简单掰了一掰，感觉这个紧实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一双大铁鞋的一个构造啊，所以说站立方面也是非常的稳妥。服装部分连体的深浅服，细节上看上去还是很考究的啊，包括腰间的这个配重部分，还有胸口的这一块，都是用了真正的金属结构，所以无论看上去还是摸上去，这个质感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啊。会给你一种那个分量感，而且本身表面上也有那种捶打呀或者铸铁的感觉，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像手套以及鞋面部分，虽然没有用那种布艺啊或者类似于皮质的结构，但是通过一个好的涂装效果，而且细节上也是很精致，所以和本体的这个质感非常接近的，一体性我觉得比较强。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啊，像它这个潜水刀这里真的仿照现实中的设计，扭一扭把这个扣子解开才能把它拔出的，和真实的这个潜水刀一样啊，上方带有锯齿的结构。这次的头的话，还是用了一个帅气的，其实偏二次元的风格，但是它的涂装质感上，包括皮肤啊以及发丝的这个精细程度还是非常的高。3条刀疤在面容上也是清晰可见啊，而且做的还是很细致。皮肤的色调上其实是一个偏冷的发色，和它这个灰白的头发相呼应的话也刚刚好。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头会有一个 CG 的感觉，二次元的风格，但是用了一个3D 3维的形式去呈现，质感很棒，很到位，所以看上去的话会给你一种好像是建模的那个效果啊。当然了，在这个头发部分也是一个磁吸的结构，拆掉上方的发型，里面就可以自由的去调节这个可动眼。在当下的产品中，可动眼已经算一个标配了，这就不多说。拆掉头发的同时，也可以替换一个皮帽的配件，偏软一点的材质，但是并不完全具备弹性，刻画的还是非常棒的啊！皮质堆叠褶皱的感觉刻画得非常好，仔细去看的话，皮纹的呈现很自然，那个刮痕啊，营造的还是非常到位。深潜装备最关键的配件，也就是这个巨大的、很有特色的头盔。类似的产品啊，其实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但是这一款呢是真的完全用黄铜的材质去制作，并且在结构上尽量还原实物的那种啊。像它前方这个镜子，你要先把这个锁扣松开，再向边缘去移动，才能把这个镜体打开。
体验上啊，因为完全的金属，所以你去扭的时候啊，也会真的感到咬合的感觉啊，材质的一个优势。而且呢，像它这几个镜面上边缘处做了一层，其实是类似于雾气的效果的。最近东北天很冷啊，我上班的时候这个车窗就近似于这个镜片的一个感觉，尤其是接近于框架的地方，这层雾气的刻画会让这个真实感更上一层楼。值得一提的是，在内部呢增加了一些像是导流槽，上方呢也有一个话筒或者说通信设备，包括电线的小的结构。说实话是不影响外在的一个观感的啊，但是给出这个结构就会让整体的真实感更强。就能以潜水员的视角知道里边是什么样的。对，就是玩的时候会更加爽啊，就是这种感觉还是有必要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还原或者等比例缩小我没法1比1拥有的东西。对，头盔的安装上一定要先阅读说明书啊，我简单的给大家操作一下。首先让小伙立正，挺胸抬头，避免刮到鼻尖，按照对应的角度嵌套进去，对准脖子上的卡口。我也是第3啊，有点不熟练。对准之后，没对准。这里要注意一点啊，小心这个周围的皮带不要卷到连接的卡口中。向前方去扭，再把这个扣锁按住，把插销固定好。这边处理的时候啊，可能手会有点粗，建议用这个镊子给它夹一下。这款产品最精细以及我最喜欢的配件就是这一枚骷髅头雕。取出之后，个人建议先把底部的这个支架安好啊，因为它真的还是很复杂的一个结构。先看外在。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就有一种死了好长时间的那种骨头发黄发黑的那个效果啊。顶端也能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并且很简约的刻线，像这个骷髅嘴部牙齿的刻画上精细程度也是很不错的啊，并且还有一个金属胡子以及小眼镜的搭配，更丰富一些奇幻的感觉。后脑处朋克味十足的机械结构，下端又有管线，脊椎内部仔细去看的话，似乎还有一些没有腐坏的神经组成，不知道具体的设定是什么。当然，只谈外在的话，还说不上多复杂。这个头雕真正的妙处是在内在部分，头盖骨有一个磁吸的结构，可以直接拔起。内部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个超复杂的星盘展现，3个环状结合，稍微给它转一下啊，就会呈现一个立体感。底端部分能看到一个星球啊，以及很有客味感觉，或者说古典味道的机械组成结构，并且附带一个可以旋转的齿轮。你仔细去看的话啊，尤其下面这一块，它这个颜色是有一个层次递进的。中心的星球部分明显更明亮一些，像围绕着星球这个外域部分呢，就会更加黑暗一些。头雕部分也附带一个小的支架，插在这个后边。上端呢有一个小的磁吸，可以把这个头盔附在上面进行展示。其他配件上，首先看一下这个很像听诊器的探照灯，复古的味道十足。外壳部分也都用了金属的材质，尽管很沉，但是承重上是没有问题的。灯罩前方周边也做出了一个旧化泛黄的效果，乌突突的感觉很有氛围。在末端呢，也进行了一个直接供电的升级，电池已经预先安好了啊。拨动开关的话，可以实现探照灯的直接点亮。这个供电的方式还是很简单方便的啊，电源可以挂在腰间，想用的时候直接打开开关就可以了。另一个也是之前我在展会上就非常喜欢的配件，不
不知道现实中是否有类似的一个结构的物件啊？我觉得更多了是一些幻想的元素。台面部分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它真的用了一个类似于玻璃的那种透明效果，尤其是在这个指针表盘处，能透过里面看到不同色彩的指针以及刻度盘。在右侧的操纵界面，摇杆以及这个旋钮都是真实可以移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掰到不同的角度，或者说做出一个正在调整的动作。前端有一些像是发射接收的这个天线啊，做的也是非常的细致，即便是翻过来的话也能看到，像是把手部分呢，也都根据结构和材质的不同设计了不同的分色。这个配件和探照灯一样，内置了电池，在边缘直接拨动开关的话，正前方能够亮起一个像龙珠雷达一样的定位仪。这怎么好像五子棋呢？真实感还是比较强的，我喜欢这个，很漂亮。前软幅上额外还有一个水肺的配置，一整块的铜件啊，也会有一个自然旧化的展示，像以前那个大门锁那个味道啊。连接部分两边各有一个螺母，对应头盔的点位旋钮上即可。气罐以及背包方面，虽然没有采用真实金属的材质，但是呈现出来的质感和效果以及铸铁感营造的都是比较不错。仪表盘部分当然也和产品主体的效果一致，有些雾气的玻璃面效果。这个部分对应人偶后端的凹槽，嵌套上就可以了。然后是三位一体的复杂的管线结构，气阀部分也是金属的结构，像这个旋钮啊也是可以去扭动的，和本体的黄铜件都用了一样的做旧效果，刻画的还是不错。管线连接上，其实在说明书上都有专门用不同的颜色进行了详解，花点时间还是可以摆出一个好的效果的。单独一枚握持的手型，这可以搭配探照灯以及声呐。手套部分的刻画同样和本体一致，营造出来那个真实的效果都很赞。产品包装的最下层还有几个很大的神秘配件啊，实际上组合在一起就是这款潜水员的地台。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这个地台官图中应该没有这么复杂啊，但是作为一个算是延期的补偿，免费进行了一个升级。问了一下，大货部分这个地台的设计呢，其实原本是要放到 DLC 1中的，现在直接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是诚意十足的啊，也就不能说是补偿了，就是一个大升级。风格上和骷髅头雕内部的星盘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啊。看这个操作台台面，类似于太阳系的一个组成，有指针和罗盘的效果，包括周围的刻度以及下方操纵杆、拨杆的种种展示。制作上也是非常的精细的啊，你像这个星盘部分啊，包括这些按钮上能看到罗马数字，这边还有一个像是启动的装置啊，这个蓝色的部分好像要把一个能量啊或者什么晶体靠近它，才能把它开动的那个感觉啊。我相信这些在产品的原设中都是会有具体的一个用途的。上方的操作台可以调整不同的俯仰的角度，像中间这个立柱部分，你也可以自由的给它旋转，中心的位置也可以上下展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台面上这边有一个凸起的像转轮一样的结构，这里啊还是蛮隐蔽的啊，但实际你用手指去拨一下的话，3段都是可以自由的活动的。又翻了翻这个包装啊，其实还有遗漏的2个小配件，一个呢是作为彩蛋的全金属的小手枪，造型上呢很有火星人玩转地球那个感觉的这个小手枪啊，算是一个彩蛋吧。全金属的结构，重重的这个压手感还不错。上方呢有个类似于机瞄的部分，具备一个可动的设计，在人偶的腰间也配备了枪套。有磁吸的扣子，把前方翻开安装到里面就 OK。额外还附带了2根类似于这个麻绳啊，其实你可以在胸口处打出一个那个潜水结的，
这个我真的不咋会啊，这个我真的不咋会。其实，在说明书的上端有一个复杂的缠绕。这次的体验不能算一个简单的开箱啊，其实是有些复杂的，掺杂了一些动手和体验的，有点夸张的去形容啊，是我个人玩过的1:6的人偶中最复杂的一款。从深潜服的结构上、配件的构造上，最吸睛的，我最喜欢的骷髅头的星盘上，都能感觉到很复杂的设计，尤其是有一些联动和机械结构的呈现。很好的一点是大量用了实际的金属材质，还是更加坚固的。当然，复杂的结构也带来相对更高的上手难度，玩的时候一定要先看这个说明书。还有呢，就是平时摆放和把玩的时候，千万不要摔到，磕碰到损坏的话还是很难修复的。其实它在小细节的打磨上，我觉得也是很出彩的。为了营造一个真实的效果，在很多肉眼看上去可能会忽略的地方，实际也做出了精细的结构。全副武装之后，再搭配这个复杂的地台，就好像有一种在深海中冒险，或者说寻找到神秘遗迹、古代科学呀，要不就是地外文明啊，遗留下来的那种看似老古董，但是其实超先进的奇怪设备，像是给你提供一些奇妙的位点，或者说签约的方位。再去联想的话，或许还有更多深层的秘密。我就觉得这个设定上可不可以再展开一点，或者做一点类似于设定集的解说呀、附带呀，能给玩家们提供一个更全面展开的世界观，探寻这个系列的一些亮点。其实在24年，今年的产品本身就有点神仙打架的，换以往的话，类似于可动眼的结构，其实都是要讲一段时间的。在今年，可动眼就是也配备了可动眼，略过。今年给我的感觉是，能上桌的产品必定有狠活。这款呢，我觉得在很多细节和设计上变态啊，非常变态，要去打磨，要去把自己样板和之前的想法去实现。大货实际上没有做出妥协，并且还在曾经的好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优秀的设计以及合理的玩法，大地台的一个补偿。原创题材一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种，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局限，可以根据设计师自己的想法发散性的去找寻或者说探索一个新的方向。这款产品呢，就是会有很多想法，很多复杂的设计集合在了一起，而且在一体性上也没有因为想法很多导致搭配起来不协调不好看。原创玩具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新的标杆和高度了。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